2026年1月，上海，一名动物保护志愿者举报了一起虐猫事件。他本人及家属的身份证号、手机号、家庭住址、工作单位和快递地址被陆续发布到群聊中，连家中8群老人的身份证信息也没有被放过。然后有人向他发来一段视频，画面里一名男子手持刀具，反复做出刺杀动作。他因遭受持续骚扰，健康急剧恶化，被紧急送往 ICU 救治。他的罪名是举报了一起虐猫事件。这件事还没有结束，截至2026年6月，威胁仍在持续。有人在评论区提醒他走夜路小心点儿，有人直接说出他母亲的全名，有人声称可以定位他全家的手机，警方已经立案，但这绝不是孤立。2026年6月，重庆，多名动物救助志愿者反映，一名曾因在山姆超市大量打包试吃食品而引发争议的男子，涉嫌伪装成领养人，接触并领养流浪猫狗后对动物实施虐待。相关争议仍在调查之中，网传细节需要谨慎核实。但这件事真正令人不安的地方，不只是某一个人涉嫌做了什么，而是当志愿者报警、举报，试图阻止伤害之后，越来越多人发现，伤害动物可能只是第一步。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些人不仅敢于伤害最弱小、最难反抗的动物，还开始反过来攻击阻止他们的人？为什么他们越来越肆无忌惮？虐待动物为什么会从隐秘行为变成公开表演？很多人仍然把虐待动物理解成一种极端但孤立的个人行为。一个人在私下做出残忍的事情，被发现，遭到谴责，事情结束。但今天互联网上出现的情况已经比这复杂得多。早在2021年，法制日报就曾调查过虐杀小动物视频背后的黑色产业链，有人负责拍摄，有人负责打包出售，有人充当中介，有人开启直播打赏，甚至有人付费定制更加极端的伤害方式。在某些群组里，新成员进圈子还需要递交投名状，你必须证明自己真的伤害过动物，或者表现出足够的认同，才有资格成为其中一员。到了这里，虐待动物已经不只是一个人的冲动，它变成了商品，变成了内容，变成了一场群体仪式。一个人越敢挑战普通人的底线，越能获得关注，越能让旁观者感到不适，越容易得到圈内人的认可。动物越弱小，越沉默，越无法反抗，就越容易成为展示控制力的工具。为什么他们还要主动刺激动物救助者？如果一个人只是想在私下伤害动物，他并不需要把视频发给任何人。但现实中，一些人会专门把虐猫视频发进动物救助群，不是随便的一个群，而是那些最在意动物处境的人聚集的群。他们选择的观众恰好是最容易被击垮的人，因为猫和狗无法说话，无法报警，也无法告诉别人自己经历了什么。但救助者会痛苦，会愤怒，会保存证据，会举报。救助者越崩溃，施虐者越能确认自己的行为产生了效果。他们真正享受的可能不只是动物的痛苦，还包括对另一个人情绪的控制。这也是为什么一些人并不满足于伤害动物本身。当有人试图阻止他们，他们会进一步寻找举报者的信息。伤害动物只能证明他们能控制一个无法反抗的生命，而开合举报人、骚扰家属、制造谣言、发出威胁，则可以证明他们还能迫使一个原本准备站出来的人闭嘴。动物救助者芝麻，举报以后代价是什么？前面提到的那名上海志愿者，网名叫芝麻。2026年1月，他所在的宠物交流群突然涌入大量陌生人，群内被集中发送虐猫视频，对方把救助者最不愿意看到的画面变成了故意刺激他人的工具。芝麻报警并举报了相关人员，他原本以为事情至少会告一段落，但几个月后他才发现，举报只是另一场骚扰的开始。到了2026年6月，威胁仍然没有停止。这一刻，事情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它变成了一套非常清晰的威慑机制。举报一个人，开合一个人，让一个站出来说话的人付出巨大代价，然后让所有旁观者都看见这个结果。
当所有人都开始计算举报的代价，伤害者真正获得的就不只是一次报复，而是一片沉默。4. 他们为什么越来越肆无忌惮？这个问题不能只用心理变态4个字解释，因为个体的残忍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一种行为会逐渐公开化、群体化，甚至发展出传播、交易、开盒和威胁举报人的完整链条。为什么他们越来越肆无忌惮？因为伤害的代价太低了。中国目前并没有一部覆盖普通伴侣动物和流浪动物的综合性反虐待法律。当一个人相信自己很难因为伤害动物本身承担后果，他就会开始不断试探边界，因为残忍可以变现。有人购买视频，有人定制伤害方式，有人用极端行为换取流量和群体认同。当奖励存在，模仿、升级和竞争就会随之而来，因为群体会稀释羞耻感。一个人进入不断互相强化的圈子以后，普通社会认为不正常的行为会被重新包装成胆量、幽默或某种身份认同。伤害越极端，越能证明自己属于这里。但最关键的一点是，举报者被开盒以后，下一个旁观者就会犹豫要不要开口。沉默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结果。当然，你可能会问，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不养宠物。甚至你自己吃肉，凭什么反对别人虐猫？5. 虐待动物和不养宠物的人有什么关系？一个社会是否需要重视虐待动物，从来不只是因为有人爱猫爱狗，它还涉及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当一个人反复选择最弱小、最难反抗的生命作为伤害对象，并从他们的痛苦中获得快感、流量、金钱或群体认同，我们应该把这种行为视为什么？2016年，美国 FBI 开始在全国事件型犯罪报告系统中将虐待动物作为独立类别单独统计。原因并不复杂，长期以来，犯罪研究一直在关注虐待动物与其他暴力行为之间的联系。FBI 执法公报引用过一项针对150名因虐待动物被捕的成年男性的研究，其中 41% 至少有一次人际暴力犯罪记录， 18% 有性犯罪记录。这并不意味着虐待过动物的人未来一定会伤害人类。但 FBI 的材料还特别提醒，在家庭暴力关系中，伤害动物有时不是孤立行为，施暴者可能通过威胁或伤害宠物惩罚受害者，制造恐惧，迫使对方服从。动物只是最先被控制的对象，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一个人是否正在把伤害弱者当成展示支配能力的方式。6. 为什么只保护猫狗，不保护鸡鸭鱼肉？这个质疑并非毫无道理。食用动物能否获得合理的饲养空间？运输过程中是否承受不必要的痛苦？屠宰过程是否符合基本的动物福利标准？这些问题同样值得讨论。但问题是，一个人的伦理实践不够彻底，能不能成为另一个人故意虐待动物的理由？显然不能。在互联网上，这个问题经常被换成另一种说法：你吃鸡鸭鱼肉，凭什么反对别人虐猫虐狗？这看起来像是在追求逻辑一致，实际上只是在回避眼前正在发生的伤害。即使一个反对虐猫的人仍然吃肉，也只能说明他对动物福利的关注还不够完整。他不能证明为了快感、流量或者报复救助者，故意延长一只动物的痛苦就是合理的。更不能证明当有人试图阻止这种行为时，施虐者就有权开盒举报人、骚扰家属，甚至发出人身威胁。改善食用动物福利，反对虐待猫狗，限制虐待视频传播，追究开盒和威胁举报人的责任，这些事情并不冲突。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当一个人面对具体的伤害，不去讨论伤害本身，却不断寻找其他尚未解决的问题，为眼前的残忍开脱，那么他提出鸡鸭鱼肉未必是因为真的关心鸡鸭鱼肉，他可能只是希望所有动物都继续得不到保护。7. 人都没有保护好，为什么还要保护动物？保护动物也是在保护人，保护那些不愿意对弱小生命的痛苦视而不见的人，保护那些发现异常以后仍然愿意报警和举报的人，保护一个社会最基本的纠错能力，
中国目前缺少覆盖普通猫狗和流浪动物的综合性反虐待规则，这是现实。但法律存在缺口，不等于所有事情都管不了。即使暂时不讨论虐待动物本身应该如何定性，开盒、泄露隐私、造谣、恐吓和线下骚扰也不处在法律之外。2026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明确提到，2名青年恶意人肉开盒，非法获取并散布他人隐私信息，被依法定罪判刑。身份证号、家庭住址、联系方式、工作单位、亲属信息，这些都不是可以随意收集、交换和传播的娱乐素材。当一个人因为举报伤害行为而遭到报复，真正受到威胁的不只是某一个举报者，而是所有旁观者对公共规则的信任。8. 伤害动物只是第一步。当一群人开始把伤害当成娱乐，把残忍当成投名状，把虐待视频当成商品，把举报者当成必须清除的敌人，再用开盒、骚扰和恐吓迫使其他人闭嘴时，我们面对的就已经不是一种私人癖好，而是一套正在扩张的暴力逻辑。这套逻辑最初选择猫狗，不是因为猫狗有什么特殊之处，而是因为它们最弱小、最沉默、最难替自己争取任何东西。所以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从来不只是为什么有人会虐待猫狗，而是为什么他们越来越肆无忌惮，以及当伤害者发现自己几乎不需要承担代价，他会停在哪里。好啦，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人类观察员。这个频道一直在做一件事，观察普通人一旦有了影响力和权力，会变成什么样。我不关心他们多成功，我只看一件事，他们怎么对待别人，怎么对待自己，怎么对待这个世界。如果你也在观察这些事，欢迎订阅，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还想看哪些人哪些事。我们下期见。